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宋的黑科技与神秘学。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，凝聚了极其先进的科技、文化和哲学思想，同时也充满了神秘的预言与迷信。在这段历史长河中，宋朝的军事科技尤为出色，一些惊人的军事发明至今仍让人感到震撼。同时，在宋代，关于谶纬的预言也在民间流传，预言着未来的天命与王朝的盛衰。本文将探索宋朝的黑科技、猛火油柜和床子弩，以及当时盛行的谶纬预言，探讨它们在历史与文化中的神秘色彩。猛火油柜又叫做猛火油火器，是宋朝时期的一种军事黑科技。它的作用是通过点燃猛火油来进行攻击，具有极强的破坏力。猛火油本身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燃烧液体，它的组成成分至今没有完全明确，但据历史记载，猛火油含有能够在水中燃烧的成分，甚至能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高温火焰。猛火油的燃烧不仅无法扑灭，而且火势猛烈，极其难以控制，曾被用于海战、地面战斗及防守城池等多个场合。猛火油柜的设计十分巧妙，它通常是一个类似于箱子的器械，内部盛装着猛火油。使用时，猛火油柜会被投掷到敌军阵地或水面上，猛火油从柜中倾泻而出，瞬间点燃敌人的舰船或兵士，产生巨大的杀伤力。在海战中，猛火油柜成为了宋朝舰队的一项重要武器，能够有效地击溃敌方的水师，尤其是在与金、辽等北方民族的战争中，猛火油的威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猛火油柜的神秘性也体现在它的传说中。据史料记载，宋朝的一些将领在使用猛火油柜时，曾发誓其威力犹如神助，能够轻易地摧毁敌军的堡垒和兵舰。这种武器的恐怖性质，使得它在宋朝的战争中成为了一个让人谈之色变的存在。另一项令人惊叹的军事发明是宋朝的床子弩。床子弩顾名思义，就是一种安装在床榻上的大型弩箭，形状类似于现代的火箭炮。床子弩的设计巧妙，将弓弩的威力与多支箭矢结合，通过发射数支箭矢来攻击敌人。床子弩的主要特点是其射程远、威力大，且能够同时发射多个箭矢，在战场上具有极强的压制作用。床子弩的发明与宋朝的军事技术息息相关。宋代的战争往往要求军队能够迅速、有效地摧毁敌人的阵地，尤其是在面对辽、金等强敌时，宋朝必须依靠这种高效的远程武器来提升作战能力。床子弩的设计突破了传统弩箭的局限，通过机械装置能够在短时间内发射多支箭矢，射程比普通弓弩要远得多，可以覆盖更广的战场区域。在实际战斗中，床子弩常常被用来对敌方阵地进行猛烈的轰击，特别是在攻城战中，其作用尤为突出。床子弩的神秘色彩在于它的强大威力和复杂的结构。许多人认为，床子弩不仅是宋朝军事技术的巅峰之作，也是当时军工技术的神奇体现。它能够在瞬间改变战局，造成敌军的混乱，为宋军提供了巨大的战术优势。因此，床子弩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件军事武器，还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象征，仿佛代表着宋朝强大且不可战胜的军事力量。在宋朝的政治与文化中，除了军事黑科技外，谶纬预言也是一项神秘的现象。谶纬是古代中国一种独特的预言形式，通常包含对未来国家命运和天命的预示。它起源于汉代的谶书和纬书，这些书籍以一种符号化、神秘的方式描述未来事件，特别是国家的兴衰、天命的更替等。宋朝时期，许多士人、政治家和皇帝对谶纬预言深信不疑，甚至将其视为决策的依据之一。例如，宋真宗赵恒在位时，曾依赖大元大义统治中的谶纬预言，指导自己在国家治理和军事上的决策。另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宋理宗赵云也受谶纬影响深远。据史料记载，赵云听从了许多关于国家命运的预言，并在一些关键时刻依据这些预言做出了重大决策。其中最著名的预言之一是点检做天子。
这个预言最早出现在《大元大义统志》中，描述了一位未来的天子将通过点检之举取得帝位。这一预言与宋朝的实际历史发展有着惊人的契合。传说中，宋朝的许多帝王在继位时都深感命运与天命的安排，因此他们极力在点检的过程中寻找符号和暗示，试图通过这些神秘的指引来确认自己的地位是否牢固。谶纬不仅对政治产生了影响，还在文化层面上深入民间。许多民众将谶纬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它不仅能够揭示未来的命运，还能指引人们的行为。在宋朝的文人和士族中，许多人信奉谶纬，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和命运是被预言所指引的。因此，谶纬在宋朝文化中既是一种预言的方式，也是一种思想的象征，蕴含着对命运、天命的深刻理解与敬畏。宋朝的军事科技和神秘学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猛火油柜和床子弩代表着宋代军事科技的巅峰，它们不仅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还展现了宋朝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卓越成就。而谶纬预言则为宋朝的历史和文化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许多人通过这些预言寻找自己命运的指引，甚至将其作为政治决策的依据。宋朝的历史充满了神秘与惊人的成就，从黑科技的军事发明到神秘的预言体系，宋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这段历史不仅是科技与神秘学的交融，也是人类智慧与命运探索的精彩篇章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。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